can also assure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other peoples to lay a true and lasting foundation for a sane and progressive world society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arrogant or predatory neighbor to plunge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another orgy of blood. 晚清末年，当大多女孩还藏在深闺秀阁中描云刺月时，年仅10岁的宋美龄便被送到了美国留学。其父孙傲如是上海最早的一批买办，开设过印刷厂、面粉厂，也是第一个进口外国机器的代理商。同时，他还暗中资助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。所以孙傲如不只有钱有势，对风云万变的历史形势有着准确的预判。他坚信儿女必须接受西方教育，未来才能站上中国改革的浪尖。因此，宋家3姐妹均在很小的年纪就被送到国外深造。在同学的记忆中，幼年的宋美龄霸道爱吹牛，且又矮又胖，冬天穿上棉袄更是圆滚滚的，由此还得了一个绰号叫小灯笼。到了美国后，宋美龄先后就读于2所顶尖的女子大学，卫斯理安学院和维尔斯利学院。在这里，她受到了彻底的西式教育，天天读的是英国文学，玩的是网球，弹的是钢琴、小提琴。后来人们常把她称为中华第一夫人。实际上，宋美龄不止一次讲过，我除了脸是西方的，其他都是外国的。但也正是这段留学经历，使她对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，为后来中国向国际求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17年，宋美龄结束10年的留美生涯，回到了上海。此时满清王朝已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，取而代之的是冉冉升起的新民国。在朝代的更迭中，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宋氏3姐妹渐渐走上了时代的舞台。其中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山西首富之子孔祥熙，二姐宋庆龄也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，私奔嫁给父亲的挚友孙中山。而宋美龄在1922年和蒋介石相识相恋。蒋介石虽出身微末，但几经沙场已逐渐掌握军权，成为了孙中山的左膀右臂，其光明的前途不言自明。所以大姐宋霭龄一直从中撮合这桩婚事，但宋母和二姐宋庆龄却对此极力反对。她直言宁可小妹死掉，也不能让她嫁给蒋介石这个三心二意的男人。各位有所不知，这蒋介石先有原配毛福梅，后有侧室姚冶诚，到上海又娶了陈洁如，可谓妻妾成群。而且他还常去逛青楼喝花酒，是十里洋场有名的浮浪子弟。在性情高洁的宋庆龄看来，什么权势都不如人品道德重要。蒋介石这样个劣质斑斑的浪荡公子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小妹。他甚至直言蒋介石就是看上了宋家和孙中山的权力人脉。但宋庆龄不明白的是，自己的小妹也正是为了未来的权势才压了蒋介石这个宝。难怪后人都说宋氏3姐妹，一个爱权，一个爱国，一个爱权。之后为了得到宋家的认可，蒋介石不惜休妻抛妾，加之不断的软磨硬泡，他终于在1927年和宋美龄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中。这场豪华无比的宴席耗资数百万，堪称中国近代最夺目的一场婚礼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桩姻缘牵动了中国往后几十年的历史。一方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明日之星，一边是叱咤商界、腰缠万贯的孔家和宋家。如此一来，蒋孔宋3大家族便构成了一个政治、军事、经济联盟，彼此相互依存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婚后，宋美龄随着夫婿南征北讨，与各地军阀作战。1931年918事变爆发，东北军不战而退，偌大一片肥沃的土地几乎是白送给日本人。东3省沦陷后，国内掀起了一股抗日浪潮，但蒋介石却坚持攘内必先安外的政策，天天忙着去剿共。5年后，少帅张学良发动兵变，软禁了蒋介石，以迫使他停止内斗，转为积极抗日。此消息一经传出，全国震惊，对宋美龄更是犹如晴天霹雳。在国民政府中，以何应钦为首的军头们立马调兵遣将，准备用武力强攻。表面看似是护主心切，实则他们根本不在乎蒋介石的生死，甚至可以说，一个死掉的蒋介石才是最好的蒋介石，这样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拥兵自立。可那意味着中国将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内战，最终让小日本坐收渔翁之利。而对宋美龄来说，蒋介石一旦死掉，将对孔宋家族的利益造成致命的打击，所以无论于公于私，都必须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西安事变。12月22号，宋美龄不顾众人的劝阻，立马亲赴西安救驾，上演了一出真正的美救英雄。在此之前，无论张学良提出什么要求，蒋介石均一概拒绝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但宋美龄到了西安后，蒋介石一时间感动得泪如泉滴。在这个红颜知己的劝解下，他方愿意进行会面和谈。
最终在周恩来的主导和努力下，蒋介石终于答应了停止内战，共同抗日。而在西安事变中，宋美龄是一座关键的沟通桥梁，她以男人身上都少有的冷静和担当，在救出丈夫的同时，也使中国免于一场更大的内乱。1937年，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，在淞沪会战中，薄弱的中国空军几乎被全部摧毁，丧失了整个东南地区的制空权。沿海一带的城市和前线阵地只能任由日军的轰炸机肆意宰割，而中国幅员辽阔，交通不便，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，空军都是一支非常重要的作战力量。此时，宋美龄借着她的西方关系，大量的采购进口飞机，并邀请美国的退役飞行员陈纳德来协助建设中国空军。4年后，宋美龄又重金聘请了一批美国飞行员，组成了志愿航空队，这便是我们所熟知的飞虎队。其在抗日战争中屡立奇功，被人们争相传颂。而宋美龄自1936年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后，从无到有，一点一点地创建起了中国空军，被誉为空军之母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始终掌握着空军的各项大权，是实质的空军司令。平日无论是出国访问还是出席公开场合，她总是佩戴着那枚中国空军的飞鹰徽章。而自日本侵华后，连年的战乱致使大批的儿童流离失所，于是宋美龄动员各界人士，在全国成立了50多所保育院，收容了3万多名难童，并专门为抗战烈士的遗孤创办了多所学校。与此同时，宋美龄还协助蒋介石发起了一场新生活运动。1933年，宋美龄在江西南昌考察时，看到当地的老百姓又臭又脏，居住的环境污秽不堪，极大地影响了市容市貌。他当场对秘书说道：“要是这景象让外媒报道出去，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？”于是他迅速在全国展开了一场新生活的改造运动。所谓新生活运动，便是要求全体机关单位沿街商铺进行一次大扫除，屋里屋外都必须粉刷一新，但凡是公开场合都不准吸烟，老百姓则要讲究个人卫生，排队过路，具体是每人每天洗3次手、3次脸，刷2次牙，每周洗1次澡。精神方面则要求老百姓遵守传统美德，凡事要讲礼义廉耻。此举无疑是民国版的何不食肉糜。当时中国经过多年的动乱和侵略，百业凋敝，民不聊生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连命都保不住了，还谈什么狗屁卫生，讲什么精神改造。讽刺的是，一次宋美龄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在重庆吃西餐时，当场便点了一支烟。美国记者疑惑地指着墙壁上请勿吸烟的标语，但宋美龄笑着告诉他，那些标语都是写给老百姓看的。而中国在抗战之初一直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中，屡次濒临绝境，西方各国军事隔岸观火，甚至在两头倒卖军事物资，大发战争横财。一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，整个局势才有所改观。当时美国从战略上需要中国牵制着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，而中国如果有美国的支援，便能大幅度的提高军事力量，对侵华日军发起绝地反击。此时两国之间仅仅需要一个牵线搭桥的人。于是在1942年，宋美龄亲赴美国，利用自己广阔的人脉，在各大城市展开了抗战求援的巡回演讲。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，每一场演讲他都赢得了美国民众雷鸣般的掌声和支持。次年2月，他成功登上了美国国会的演讲台，发表了著名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这是历史以来第2位女性登上了这个讲台。宋美龄那口流利的英语，强大的气场，让在场的美国人无不折服。这一幕是宋美龄一生的巅峰时刻，更是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时刻。经过这次传奇性的访问，美国开始大量的援助中国抗战，并废除了长达60年的排华法案。但宋美龄的成功根本原因是基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个人可以是宋美龄，也可以是张美龄、李美龄，是历史选中了她，而不是她塑造了历史。而曾经担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对宋美龄赴美演讲进行了直率的批评，认为她用词艰深，有虚骄之气，说白了就是不讲人话，爱出风头。另外一些人则指责宋美龄一边为贫苦的中国四处奔走，一边自己却大肆挥霍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据罗斯福儿子的回忆，宋美龄住在纽约的这段时间，光购物和酒店住宿就花了将近100万美元，约等于今天5500万美元的购买力。1943年，中英美3国在埃及召开了开罗会议，共同商讨了反攻日本的方案。在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中，宋美龄是唯一一位出席的元首配偶。相比起死头干将的蒋介石，气质非凡、英语流利的宋美龄和丘吉尔、罗斯福是谈笑风生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宋美龄就像蒋介石跟世界连接的一根网线，也是他与国际人士交往的嘴巴和耳朵。
然而民国终究是一个官商复古的政府，而不是老百姓的政府。从1920年到1940年，蒋介石的姐夫孔祥熙、大舅哥宋子文一直轮流掌握着中国的财政大权。以他们为首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直以权谋私、官商勾结，想着法的四处敛财，贪污腐败的行为无处不在。在抗战后期，美国援助的38亿军事物资，有7.5亿都被孔宋家族贪污掉，气得杜鲁门总统大骂道：“他们个个都是贼。”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为了减缓通货膨胀，宋子文下令开放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，而四大家族等具有权贵背景的进口商行开始大量进口奢侈品，利用外汇在官价与市价上的巨大差额套取外汇，赢得私利。原本为了解决通货膨胀而开放黄金市场，结果非但无效，反而造成各地资金纷纷抢购黄金，通货膨胀更加严重。到1947年，全中国只有5亿外汇的存底，但孔宋两家就搞走了3亿3。次年，蒋介石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，特命长子蒋经国到上海整顿金融市场和物价，并大张旗鼓地宣称要打老虎。结果打来打去，发现这只老虎竟然是自己的表弟孔令侃，即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。最终在宋美龄的干预下，蒋经国只能把孔令侃给放了。而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内战，四大家族牵一发动全身，如果后方再出问题，无异于自掘坟墓，所以他不得不停止对3亲6戚的调查。然这个贪腐反而是亡党，不反便亡国。随着前线的败退，经济的崩溃，腐败不堪的国民政府一步步失去了民心。1949年4月，解放军的100万雄师兵分3路，仅用2天的时间便突破长江防线，解放了南京。统治了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就此覆灭。而宋美龄的一生虽然和近代历史紧紧相扣，但在晚年里，她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，拒绝任何采访，也没有写过回忆录。2003年106岁的她在睡梦中安然去世，过去的一切是非对错也一并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